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的老公出轨了，在外面还有2个温柔乡，嗡嗡嗡。凌晨3点，我和老公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睡觉，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将我吵醒。掏出手机看了看，并不是我的手机来电。老公每周都要出差，回来的时间很少。看着睡得正香的老公，我又有些不忍心将其吵醒。于是我拿起老公手机，蹑手蹑脚走向卫生间去接电话。老公，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回来？阿宝生病了，高烧不退，怎么办啊？电话接起，里面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焦急带着哭腔的声音，还有的便是一阵婴孩啼哭声。错愕将我想要开口询问什么，但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让我一个字也无法说出。老公，老公，你在听吗？见我没说话，对面的女生又更加焦急了一些，下一秒便直接将电话给挂断了。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嘟嘟嘟，我也才慢慢找回了自己的声音。我颤抖着手将电话再回拨过去，但电话却再也无法接听，仿佛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做的一场噩梦般，一点都不真切。我在脑海中快速记下电话号码，还没来及去翻看老公的微信聊天记录，身后便传来了老公的声音：“老婆呀，你在干什么？都那么晚了，快过来睡觉，别冻着了。”拿着老公手机的我不由后背一僵，正打算开口解释些什么，回头一看，老公又再次昏昏大睡了过去。但拿着手机的我也再也没有了去查岗的心思，毕竟打草惊蛇可不好。爬上床，将手机放回原位，一只大手也同时抚在了我腰上，将我搂入怀里面。老婆，快睡觉，来，老公抱着暖暖，你全身都凉了，可别冻坏了。宋大伟的声音不大，几乎还带着未睡醒的浓厚鼻音。我不由抬头看去，宋大伟依旧闭着眼睛睡着，像是一切都是他下意识的举动。我和宋大伟2人虽然是相亲认识的，但该少的礼节和恋爱关系也一样没少。结婚时彩礼宋大伟给了30万，我家里也陪嫁了20万，因为相信宋大伟。结婚后，我更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了宋大伟去创业。宋大伟脑子很好用，没2年便成为了一家房地产的合伙人。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他人也越来越忙，几乎每月都有20天是在外出差，忙碌的。曾经我也有怀疑过，去他公司问过，但得到的答案都是宋哥确实很忙。但除去那20天宋大伟的出差，其余时间他又很正常，朝9晚6的正常上下班，时间长了查不出什么，我便也没有再怀疑什么。可现在呢，这个连下意识都会担心自己冻倒，担心自己会生病的男人真的出轨了吗？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再铲除，它只会继续生根发芽。这样一想，我便将宋大伟从床上摇醒，随后对着宋大伟质问起来：“宋大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怎么老是出差啊？”宋大伟被我吵醒，先是一愣，但听到我说的话，脸色也不由一沉，皱着眉，一脸烦躁地对着我说道：“什么女人啊？有你一个女人已经够了呀！唐诗琪，你这大晚上的不睡觉的吗？出差还不是为了赚钱养你吗？”说着，宋大伟又再一次的伸手想要来将我拉入怀中，但我心中烦躁，嘴里面也开始了不依不饶：“去哪里出差？你是干房地产的，哪里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忙啊？你是不是有鬼？还有刚刚有个女的打电话给你，喊你老公，
那你倒是解释一下，那个女人是谁？宋大伟似乎从来都没有向我争论过什么，经他这一吼，我更像是确定了什么，火气也不由增增往上涨。女人？什么女人？唐诗琪，你接我电话了？你有病吧？宋大伟神色慌张，像是被抓住了逆鳞一般，瞬间暴躁地对着我吼了句，然后抓起手机向着外面便走去。你自己一个人睡吧，我最讨厌怀疑，最讨厌别人碰我手机了。唐诗琪，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伴随着砰的一声，房门被重重砸上。我有些错愕地看着宋大伟离开的背影。我和宋大伟结婚5年，虽然大多时候没有在一起，但长年累月的经验，我还是知道他此刻的样子说明什么。他心虚了，他在逃避。一夜无眠，躺在床上，我不由得胡思乱想了起来。宋大伟一早像是无事人般出门去上班，虽然心中怀疑，但我的生活作序却也固定了：洗衣做饭、带孩子、打扫卫生，将小宝送去幼儿园，我便回家开始收拾卫生。而在收拾卫生时，我还是发现了一件让我生气的事情。我像往常一样很平常地打开宋大伟的行李箱，打算将里面的脏衣服拿出来换洗干净。但就在那一堆被整理干净的衣服中，我发现了一条内裤。宋大伟上至 T 恤内裤，下至鞋袜都是我买的，可此刻看着里面那一条写着老婆亲亲的内裤，我陷入了沉思。宋大伟的内裤我一直买的都是纯棉简洁的内裤，都是清一色的黑灰蓝，从来不可能买这种卡通的，更何况这还是一条情侣内裤。所以宋大伟真的出轨了，是昨晚上打电话来的那个人吗？晚上宋大伟下班回来，我没有和他吵架，反而是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想看他的聊天记录。吃完饭躺在床上，宋大伟又像是没事人一般，很快的便陷入了沉睡。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等着宋大伟彻底睡着后再动手查看。呼呼呼，宋大伟的瞌睡一向很好，没一会便打起了呼噜，而我也在此蹑手蹑脚的再次拿起宋大伟的手机，然后向着卫生间再次走去，尝试了好几次手机密码，最后输入宋大伟的生日才算解开了。宋大伟的手机是华为，用的是鸿蒙系统，双系统。第一个系统中没有发现任何奇怪之处，都是和我的聊天记录或者工作时的一些客户消息。但当我切换为第二个系统时，却发现了一切。那个为标记号码的号码有了备注，叫做冯婉瑜。再次切换微信后，也找到了和冯婉瑜相关的事情。老公，你在干嘛？咱们阿宝生病了，我好害怕，好希望老公能够陪在我身边。老公，明天就是咱们的结婚1周年纪念日了，你能不能提前回来？委屈老婆了，老婆等我安排好这边公司的事情，马上就回来。老婆乖，明天老婆想要去哪里？老公明天带老婆去吃好吃的。在宋大伟的小号中用的是情侣微信头像，甚至连背景都是那个女人的照片。女人长得很好看，是那种看上去就很机灵讨喜的样子，一头大波浪卷发，身材纤细丰满，浑身上下充满了成熟的女人味。红玫瑰似乎也就是用来形容她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女人我总感觉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但一时间我却又怎么都想不起来。将所有证据收藏起来，天也开始渐渐微亮。我将宋大伟的手机又放回了原位，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第二天一早上，宋大伟一出门，我将儿子送去幼儿园后，便很快地找了一家安定位跟踪器的店铺。
在哪里买了一款跟踪器。在老公下班顺路接我回家后，我趁机找了个借口将老公支了开来。老公，我包忘记在车上了，快下雨了，你和小宝先回去，我马上来。定位器很小，里面插了一张卡，不需要连电，电量便可以用3年。打开车门，我快速将定位器贴到了车子后坐下的一个小角落，然后整理了一下垫子，像是无事人一般拎起包包，很快追上了老公和小宝。你呀，一天到晚就是丢三落四的，真是一点也不让人省心。宋大伟语气中带着宠溺，就如往常一般对我说笑，但随即又一脸歉意地看向我。诗琪呀，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接到消息，说公司临时有事要加班，得让我提前去琼岛出差了。听着宋大伟的话，我心里面一颤，还是来了吗？虽然心里面早就已经猜想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但话从宋大伟的口中亲自说出来，还是2种不同的结果。我面带微笑，强压制住心里面的酸楚，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对着宋大伟如往常般抱怨道：哎呀，真是的，你都回来没几天，又要去出差了，这工作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呀？可别把身体给累垮了。见我这样说，宋大伟不由也松了一口气，立马一副宠溺看向我：老婆真好，老婆乖乖在家等老公回来，小宝要是惹老婆不开心了，老婆就告诉我，等我回来替你揍他。说着，宋大伟便想要来亲我，我眸底一沉，抱着小宝便轻轻向后躲开了。小宝呀，听到了吗？你爸可说了，你要是不听话，可得被打屁股啊！宋大伟也没有将我的躲避当作一回事，脸上依旧笑着，为宋大伟收拾好行李，将他送出门后，我便打开了手机，静静等待，看着手机中定位器的挪动。定位随着宋大伟开车挪动而挪动，先是去了一趟公司，然后又是去了医院。在医院停留了一会后，然后他又折返了。看着不停跳转走动的定位，我不由陷入了沉思。难道宋大伟发现了我监视他？我正这么想着，没多会便见宋大伟车子停在了对面的小区中不动了。我不由一愣，将头看向窗外，虽然隔得不算太远，被树荫遮挡了一部分光线，但我还是很快便认出了宋大伟。此刻的宋大伟依旧穿着刚刚出门时的衣服，怀中抱着一个小婴儿，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隔着有点远，虽然看不清女人的长相，但还是可以看出女人年纪不大，穿着打扮也挺时髦。我想过很多想法，宋大伟出轨对象是不是琼岛？所以他出轨的时候都是去的琼岛，和那个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知不知道宋大伟已经结婚等等，但此刻我却像是如雷轰顶一般难受。宋大伟出轨就算了，还是将女人养在了我的眼皮子底下，甚至就隔着那么近。女人怀胎10月生产，按照宋大伟怀中抱着的婴儿来看，两人至少都已经在一起2年多了。而这1年多来，自己却压根儿一点都没有发现。此刻的我像是吃了翔一样难受，但更多的还是气愤。气愤宋大伟对于家庭和背叛我的难受，气愤宋大伟将我当作傻子一样骗的难受。妈咪，你在干什么呢？那是爸爸吗？身后传来小宝稚嫩的声音。也不知道小宝什么时候来到了我的面前，正伸手指着宋大伟和那女人消失的背影。小宝，你看错了，那不是爸爸，爸爸出差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呢。对于小宝的敏感，我有些诧异，隔着那么远都可以认出那是宋大伟，但小宝还小，
这样的事情对于此刻的他而言就是辣眼睛。不对，妈咪，那就是爸爸。爸爸刚刚出门前穿的就是这身衣服。对于我的措辞，小宝不相信，杵着小脑袋死死盯着那栋楼，像是想要将那里看出一个洞。哄完小宝，我心里面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宋大伟和我在一起时，每天都会按时上下班。那和对面楼里面的那个女人在一起时也是这般吗？想到这，于是我便一连好几天都在观察着手机中宋大伟的动向，还有便是留意着对面楼的动静。一连观察了几天，直至有一天，宋大伟的车子驶入了旁边另外一个小区，晚上没有再回来时，我整个人都麻了。这又是什么情况？宋大伟出轨对象难道不止冯婉瑜一人吗？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又接连观察了好几天，得到的答案还真是如此。白天宋大伟正常上下班，正常工作，只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固定住上几天，随即便又去了下一个住处。很快半个月便过去了，宋大伟比我预想中的提前回家了。看着手机中宋大伟将车驶入小区，我也将手机中的监控 App 隐藏了起来，随后去厨房中假装煮面。水刚热好，房门便从外面打开。宋大伟一脸疲惫地向我开始吐槽起了他这次出差的劳累。老婆，我回来了，这次琼岛出差可累死我了。你看，这是我帮你和小宝带回来的琼岛特产，你看看喜不喜欢？我手中拿着面，没有说话，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表演。若是换作从前，我定然会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现在，只要是他说出来的话，每一个字我都不相信，甚至还觉得感到恶心。见我不说话，宋大伟愣了一秒，随后将手中的东西放下，换了双拖鞋，一脸贱兮兮地走到我面前，开始寻找存在感。哇，老婆这是要煮面呢，正好我饿了，我可是最爱吃老婆做的饭菜了，外面的我一点都吃不习惯。宋大伟的话让我感到十分恶心，我不知道他这样的话对多少人说过，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可以如此一心二用。但在没拿到十足把握之前，我还不想离婚，至少现在不能离。我不能将属于我的一切东西无私奉献出去给宋大伟和他外面养的女人。我伸手将宋大伟伸过来要接我手中面的手拍开，像往常没发生什么一般，嘟着嘴说道：“你看看你这手多脏，先洗了手再吃。”好嘞，老婆。宋大伟被我打了也没生气，反倒十分开心地跑去洗手。我将面盛好放到客厅中，然后开始打量起宋大伟带回来的东西。确实是琼岛的特产吃食，还有一些琼岛特产小物件。看着这些东西，我感到很可惜。我知道自己蠢在哪里了。宋大伟将一切都做得如此百密无一疏，将所有的细节都填补得没有一丝漏洞。这还真是每个奥斯卡影帝的演技，真做不出来。宋大伟将手洗好，见我正看着他带回来的东西发呆，悄无声息地走到我面前，像是一只自信的小狗般在等着讨要鼓励。怎么样，老婆，你喜欢吗？我心里面有些茫然无措，但很快那抹茫然又再次被我抹杀干净。抬头对着宋大伟笑道：“喜欢是喜欢，但应该很贵吧？以后呀，就别带这些东西了，多浪费钱。”我嘴上抱怨着，但心里面确实一阵恶心。这些东西确实是琼岛特产，但却也并非特产，毕竟哪里有产地是 C 市的琼岛特产。见我如此，宋大伟也没有多想，只是还以为我只是在像往常一般抱怨，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吃完晚饭天很快便黑了下来。洗完澡，宋大伟穿着睡袍，一脸坏笑地看着我：“老婆，这些天我可想你了，晚上你得好好补偿我。”对于宋大伟的不知廉耻，我感到极其恶心。陪他演戏可以，但陪他睡觉我是一点都不能再接受。可是这几天，小宝晚上经常做噩梦，得和我一起睡，躲开宋大伟的亲热。借口我便找了个理由跑到了小宝的房间，甚至有些怕宋大伟大晚上对我做些什么，将门从里面锁死。不和宋大伟待在一起的感觉真好，一夜无梦，抱着小宝我睡得十分踏实。就像这样，我在各种理由借口的躲避下，日子很快便过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等我醒来时，已经是中午10点，宋大伟已经去上班了，而小宝也被宋大伟顺路送去了学校。按照以往，我将屋子打扫干净后，便下楼去买菜。可还没走几步，突然间一道身影就向着我冲来，差点将我撞倒在地。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女人，都已经多大的年纪了，你还学人家当小三，你要不要脸？说着，女人伸手就想要向着我打来。在经历被彻底撞倒这事上，我也便留了一个心眼。见女人动手，也赶忙将手中的菜篮子挡在了胸前。啪！菜篮子落地，女人捂着手呼通，一脸怒意地盯着我，像一只愤怒的狮子盯着猎物一般，只要下一秒便会冲上来将我掐死。对于眼前这个烦恼的女人，我没有感到一丝惊恐，反倒一脸平淡地打量着对方。长得很好看，身材很苗条，脾气也很泼辣，确实是那种让男人喜欢的样子。确定好来人，我便开口试探性地询问道：“你是冯婉瑜吧？我认识你。”见我态度冷淡，冯婉瑜的脸色更气了，也顾及不得手上的疼痛，指着我便开口大骂了起来：“你这个臭婊子！看来你还是知三当三，你就那么浪吗？你爹妈、你儿子知道吗？”虽然对于冯婉瑜突然间的找上门，我感到很是震惊，但又对于冯婉瑜的怒骂很是恼火。明明他才是三，他怎么敢如此这般放肆？见过原配打小三的，还没有见过小三上门嚣张对着原配喊打喊杀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冯婉瑜的叫嚣声音也越来越大。即使我脾气再好，此刻也无法继续容忍了。冯婉瑜，到底谁才是小三？我和宋大伟结婚5、6年，孩子都已经4岁大了，你做小三，你还有脸来我面前叫嚣了？见我发怒，冯婉瑜也很生气，但听完我的话后，冯婉瑜也不由愣在了原地，但反应过来后，便是恼怒地继续开口骂道：“什么小三？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宋大伟是和我结婚的，上个月便是我们的结婚2周年纪念日，你在这里装什么呢？”我心中想笑，什么2周年纪念日？这女人怕是疯了，难不成现在随便上个床就可以成为结婚纪念日了？那法律是用来干什么的？不止这样想，我甚至还将它说了出来。妹妹，我告诉你，你口中再高贵的爱情，没有法律的支撑，都是一张废纸。我和他结婚多年，是合法夫妻，受法律意义的保护。笑死！宋大伟说了，等我孩子上初中了，就会和我领证的。我拍了拍自己身上的灰，话不要说这么早，你先在这里等着吧。我回家拿了结婚证，递给了站在路边等待的冯婉瑜。冯婉瑜错愕后，便是一阵震惊，看着我的眼中也不再是敌意，反而很生气。原来我才是小三。而在和冯婉瑜的聊天中，我也知道了她和宋大伟是在前年认识的。当时冯婉瑜出来租房子，
而找的中介就是宋大伟。而后来慢慢的，两人一来二去的便也熟络了起来。后面冯婉瑜便怀孕了，宋大伟也是一再保证会和冯婉瑜领证，但是拖着拖着就没有了下文。一开始宋大伟对冯婉瑜的态度很好，但怀孕后的冯婉瑜心思也开始渐渐变得敏感多疑了起来。直到前几天的时候，见宋大伟和我带着一个孩子出门买菜，于是就开始观察了起来，直到找到了机会，趁我独自出门，想要来抓我。于是两人这就碰面了。我和冯婉瑜两人坐在咖啡厅中，面对面地看着对方，大眼瞪小眼，半晌没有说话。此刻结婚证的真假似乎已经说明不了什么了。宋大伟确实出轨了，甚至还在外面有了其他家庭。这样一想，我心中立马又想到了宋大伟从冯婉瑜家离开后所去的另外一个地方，难不成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样子？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宋大伟其实外面还有其他人？我一脸镇定地看着冯婉瑜，想要从冯婉瑜的脸上去看出一些其他的线索。冯婉瑜被我说的一愣，但反应过来也是一脸震惊和愤怒。什么意思？你的意思难不成宋大伟他外面还有其他人？这不可能，一个男人哪有那么多精力？冯婉瑜脸色通红，但说出来的话语声音却越来越小。到了后面，甚至干脆闭上嘴不说话，就那样看着我，等着开口。看来冯婉瑜是真的不知道，这一次找到自己也只是真的凑巧看到，所以来抓奸的。我不禁摇了摇头，脑海中快速运转，组织起语言。见冯婉瑜不再那么激动了，才开口道：其实在那晚上接到你电话后，我便怀疑宋大伟出轨了。后来我乘机买了一个定位跟踪器，安装在了他车上。他说他去琼岛出差，原本我还以为他出轨养在外面的三在琼岛，没想到他开车去车站溜达了一圈，便又折返了。后来他就进了对面的小区。说着，我伸手指了指对面不远处的一座高端小区，然后忍不住地摇了摇头，又继续说道：原本我想这事应该也就这样了，结果有一天晚上他没有回来，后面再观察他连续了1个周左右都在另外一个小区待着。伴随着我的话，冯婉瑜的脸色也由红转白，由青转紫，变得青一阵白一阵。所以他在外面的女人还不止我一个，他骗的人还不止我，还有其他人。他可真恶心啊！不行，我要撕烂他的脸！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可怕了。说着，冯婉瑜便又看向我，一脸凝重地说道：既然你在他车上安了定位，那我们下一次就一起去会会另外那个女人，看看这事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一定要让他遭到报应。我把结婚证装进口袋，十分冷静地说道：对，我的房子车子不可能分给他的，我生的孩子也绝对不可能让孩子跟着他的。制定好计划，约定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我和冯婉瑜互相加了个好友，便离开了咖啡厅，各回个家，等待着下一次的时机到来。很快，宋大伟又迎来了下一次的出差，而这一次的出差时间却有了变动。他不是先去找的冯婉瑜，而是去了另外一个小区。虽然我和冯婉瑜对于这事的变化有些迟疑，但也没有多想，反而依旧打算按着原先的计划行动。我们2个相约在了那个小区里见面，等待着宋大伟的出现。果然没一会，宋大伟的车子在绕了一圈后就来到了这个小区，甚至手中还拎着和他带回家一模一样的琼岛特产。虽是离琼岛不算远，再加上现在运输物流这些发达，
只要想买，几乎无论哪里的特产都可以买到。但看着宋大伟手中拎着的东西，冯婉瑜却脸色铁青，几乎差点就忍不住的想要冲上去揍宋大伟。你现在像这样冲上去没有用，宋大伟他不会承认的，最多就是撕破脸皮。捉贼要拿赃，我一把将冯婉瑜按住，伸手捂住他的嘴后，蹙着眉的解释道：你现在冲上去是消了气了，但只有我们两个一起出面，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大不了宋大伟和我们两个离婚，到时候他还可以和另外一个双宿双飞。你是想要替他做嫁衣吗？听了我的话，原本还愤怒的冯婉瑜立马也不再冲动，脸色有些不好地指着宋大伟手中的东西，缓缓开口道：就是那东西，你都不知道，他每次说出去出差后都会带着一些回来。冯婉瑜的话一出口，我不由一愣，心中也是忍不住的对宋大伟感到恶心和佩服。这男人连手段用的都是一模一样。宋大伟停好车后便进了房子，相比起我和冯婉瑜住的电梯房，这女的住的则是别墅区。虽然我们在的那栋小区所占位置挺不错，但和别墅区比起来还是差了很多。虽然我和冯婉瑜不说话，但看对方的脸色，也真得宋大伟的这一做法让我们两人有多恶心。出轨就算了，居然连一碗水都做不到端平。确定好位置，踏好点，只等宋大伟出门后便可以开始行动了。宋大伟为了维持他的好男人形象，朝9晚6的上班还算是很踏实的进行着，这也算是让我们可以很好的有着可乘之机。蹲了2天，趁着宋大伟出门上班的时候，我和冯婉瑜两人再次开启了行动。叮咚，按响门铃，很快一个长相甜美、身上穿着萝莉裙、扎着双马尾的女人便打开了门。你们找谁呀？女人有些稚嫩的脸上带着一丝疑惑，一副我不认识你，你是不是走错路的表情，打量着我和冯婉瑜。冯婉瑜脾气一向暴躁，即使和她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见到陈子婷的一瞬间，她还是忍不住地冲了上去。你还好意思问我是谁？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婊子，年纪轻轻学什么不好，学人家当三，你家里人知道吗？陈子婷的脾气可和她的穿着打扮一样，和冯婉瑜有些像，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骂谁呢？冲到别人家里面像狗一样乱叫，你有礼貌吗？见两人快要动手打起来，我感觉很是头疼，立马挡在两人中间劝架。够了，冯婉瑜，你不会是忘记我们是干什么的了吧？我开口对着冯婉瑜大声喊了一声，随即又立马将话语转向陈子婷，缓缓开口道：陈子婷你好，我们不是故意来找茬儿的，自我介绍下吧。我们都是宋大伟的老婆，我叫唐诗琪，而他呢叫冯婉瑜。说着怕陈子婷不信，我立马从包包中掏出了结婚证，这是我和宋大伟的结婚证。宋大伟一直答应会和冯婉瑜领证的，但是一直在拖。你有结婚证吗？冯婉瑜被挡住，立马也想起来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也不敢再继续吵闹。见冯婉瑜不再吵闹，陈子婷便听起了我的话，只是她越听越觉震惊，直到接过我手中的2本结婚证后，更是脸色通红，瞪大眼睛地看向我。不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对于这匪夷所思的一幕，陈子婷都快要被气死。只见她已经顾不上和冯婉瑜在争吵什么。是的，宋大伟是给我说会和我领证的，只是因为现在户口本遗失，不好补办，所以他们2个都是被小三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宋大伟这个畜生，骗人的功夫倒是一流。我们便开始商量起了要怎么对付宋大伟的大计划，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将宋大伟的这种行为构不构成犯罪等等询问了一遍。我们便约好了明天一起向宋大伟摊牌，让他净身出户。第二天一早，我和冯婉瑜很早的便来到了昨日约定好的地点，但陈子婷却失约了。等了很久，陈子婷的未出现，让我和冯婉瑜感到一整迟疑。多次拨打陈子婷的电话，也无人接听。正当我们两人想要放弃等待陈子婷的时候，陈子婷出现了，而她的身边跟着的人正是我们要一起对付的宋大伟。我心中闪过一抹诧异，但很快便也反应过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陈子婷叛变了，显然不止我这么想，冯婉瑜也是这么想的。我和冯婉瑜两人对视了一眼后，很快便做出了对话。我怕冯婉瑜上去殴打陈子婷和宋大伟，但我还是想错了。冯婉瑜异常的平静，看着宋大伟的眼神毫无波澜，仿佛他看的不是自己喜欢了2年的人，而只是一个陌生人。诗琪，婉瑜，对不起，我们离婚吧。我和子婷是真爱。宋大伟见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脸色也不是很好，但还是拉着陈子婷走到了我们身边坐下，似乎是怕我们打陈子婷，还特意将陈子婷往身后护了护。我知道这是对你们不公平，但你们放心，我会给你们一笔钱的。诗琪，只要你们肯离婚，你后半辈子也不会过得幸苦的。宋大伟虚伪的样子看得我一阵恶心想吐，他这是还威胁上了？难不成他觉得我们是那种受人威胁的人？我没有看宋大伟，反而将目光投向了陈子婷，然后缓缓开口道：不知道他许诺了你什么好处，所以让你临时倒戈变卦的，但你要是为了钱倒戈的话，恐怕是要让你失望了。宋大伟用着我的钱成为了一名房地产合伙人，用着冯婉瑜的钱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但唯独陈子婷什么都没有出，而且陈子婷的结婚证也是刚领没多久。坐享其成的是，他倒是很会。本来我和冯婉瑜是打算分他一点的，算是补偿，但没想到的是陈子婷都想要。堂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和宋哥是真心相爱，你们不为你们孩子着想，但我得为我孩子着想。说着，陈子婷还一脸认真慈爱地抚上了自己平平的小腹。见到如此情形，我和冯婉瑜一愣。你不后悔就好，我冷冷地说道。这种恋爱脑的女人，神仙来了都救不了。而我也已经找私人侦探和律师，把宋大伟重婚并且和别的女人生子组成家庭的事情递交给了法庭。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几个警察朝我们走了过来。宋大伟，市税务局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偷税漏税100万。宋大伟被以偷税漏税罪逮捕，由于数额巨大，他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而在他入狱的那天，我们签了离婚协议，他净身出户，我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而陈子婷的下场，则是我成全他的真爱，但宋大伟的财产是我的，他什么也没得到。走出律师事务所，我看向冯婉瑜，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么多年，他一直被宋大伟当成金丝雀一样养在家里面，没有工作，没有学历，只有一个孩子。冯婉瑜温柔地笑了笑，喝西北风也得把孩子养大。说着，一滴眼泪从他的眼睛里面掉落了出来。被骗了这么长的时间，任谁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接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递给了他一张银行卡，里面有50万。宋大伟给你买的公寓，
你也可以一直住，等你的孩子成年后，我就会收回。说完以后，我转身离开。我不是圣母，也无法为冯婉瑜当年愚蠢的感情买单。只是在这种时候，女人总得帮女人一把。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